贸易战很好，而且很容易赢。这句话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正是美国总统川普在2018年时的豪言壮语。当时的他信心满满，认为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肯定会大获全胜。然而几年过去，中美贸易战几经拉锯，如今胜负究竟如何呢？最近，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用最直白的话道出了这场关税大战的结局，引发了全球热议。要弄清中美关税战的胜负，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贸易战的开端。故事要从2018年说起。那一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决定向中国祭出关税大棒，以纠正他眼中严重失衡的贸易关系。简单来说，美国长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远远多于出口到中国的，被川普视作美国每年都在吃亏。他宣称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美国必须通过公平贸易讨回公道。关税成了他手中最趁手的武器。那么，关税到底是啥？其实很简单，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加征的税。川普的想法是给中国商品额外加税，让他们在美国卖贵了，卖不动了，中国的企业就会受损，经济就会痛。他以为这样一来，中国就会低头让步于美国的要求，比如减少对美出口，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等。但现实没那么简单，关税加上去，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口商倒霉，实际上美国进口商得先把税交了，进口商付的税往往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结果就是美国国内物价上涨。说白了，川普打关税战等于对自己国家的消费者和企业也开了一枪。不过当时川普和他的顾问们并不这么看，他们坚信贸易战能逼中国就范。川普在2018年春天正式拉开了对华关税战的序幕。他先是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接着又根据美国301调查的结果，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目标直指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第一轮关税清单公布时，中美两国剑拔弩张，全球市场一片哗然。人们第一次见识到，这位美国总统玩真的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表示，贸易战很简单，美国一定会赢。他的自信满满，仿佛胜券在握。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攻势，中国也不甘示弱。北京很快进行了对等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汽车、飞机等商品征收同等力度的报复性关税。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不想打贸易战，但绝不怕打，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一时间，你来我往的关税措施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对中国商品加税，中国就对美国商品加税，双方像是陷入了一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拉锯战。举个例子，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加税，中国就对美国的大豆加税。很快，美国农民发现，他们辛苦种出的大豆在中国卖不出去，大量滞销，只能堆在粮仓里。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海外市场，一加税，中国转头就从巴西等国进口大豆去了。美国农场主叫苦连天，不得不靠政府发放的补贴救济来勉强度日。可以说，川普本想用关税打击中国，结果先让自家农民挨了一闷棍。关税战的第一回合打完，双方都感受到了疼痛。中国的出口企业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是中国商品的重要买家，现在美国加税，很多中国工厂的订单锐减，不是被迫降价，就是失去客户。有的企业只好裁员，甚至倒闭。为了稳住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为受影响的企业减税降费，鼓励他们开拓其他海外市场，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了一些，从而部分抵消美国关税带来的压力。中国民间也流传着奉陪到底这样的豪言，意思是中国不会在斗争中退缩，双方都在咬牙坚持，看谁先撑不住。2019年，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这一年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剧情时而紧张，时而出现转机。年初的时候，美国对华第二轮关税落地，涉及的中国商品范围更广，税率进一步提高。中国也同样升级了反制措施，两国你一拳我一拳，互不相让。到了春天，双方谈判一度取得进展，市场上还传出乐观的声音，以为贸易争端有望缓和。
可惜好景不长，5月份的时候，美方突然指责中方在谈判中出尔反尔，随即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将关税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一时间，贸易战火焰熊熊，再度烧旺。中国立刻反击，对几百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税率予以报复。这还没完，川普又威胁对剩下几千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把贸易战推向了全面开花的边缘。这一系列举动吓坏了全球市场，股票市场剧烈震荡，投资者纷纷担心这场世界前2大经济体的对决会拖累全球经济。很多美国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开始公开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他们在国会作证、打广告、游说政府，强调关税最终都是美国人在买单，要求赶紧停止这场两败俱伤的对抗。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川普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贸易战没有赢家，只会让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受害。然而川普政府内部的鹰派认为短痛换来长期利益是值得的，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损失更大，时间一长，北京就会顶不住压力。到了2019年末，眼看形势不妙，双方选择暂时停战。那年12月，中美两国在一片紧张中迎来了转机，双方达成了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暂缓了对中国更多商品加征新关税，并部分降低了一些已经加征的税率，而中国则承诺在未来2年内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等商品，努力缩小贸易不平衡。这算是双方各退了一步，为持续将近2年的关税大战按下了暂停键。2020年年初，这份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签署，川普将其吹嘘为美国的重大胜利，称中国做出了历史性的让步，中国则强调合作共赢，双方终于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了。当时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以为贸易战总算告一段落，谁知世事难料，就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经济陷入混乱，中美关系也因各种因素变得更加复杂。贸易战这把火暂时不再那么引人注意，但它并没有真正熄灭。川普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还把疫情责任等问题与中美关系纠缠在一起，双方的矛盾除了贸易之外又增添了新火药。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贸易问题不再是唯一焦点，但对华强硬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共识，不管是哪党候选人都不敢在对华关税上显弱。最终2021年上台的新总统拜登也没有急着撤销川普时代的对华关税。拜登执政后，中美贸易战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拜登政府虽然与川普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冷处理。他并没有立即取消前任加征的关税，反而将其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同时，拜登更注重与盟友合作，对中国采取联合施压的策略。例如，美国联合欧洲、日本等盟友一起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希望多边施压，让中国改变一些做法。这跟川普单打独斗、四面树敌的做法形成了对比。此外，拜登政府也关注美国内部的竞争力，推出了鼓励芯片制造、本土基建等政策，试图提升美国自身实力来应对中国。这段时期虽然关税还挂在那里，但双方都相对克制，没有进一步升级贸易冲突，中美经贸往来反而在疫情后有所恢复。2021年和2022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依然庞大，贸易逆差仍旧高企，显示出两国经济难分难解的紧密联系。很多美国企业游说拜登取消关税以降低通胀压力，但出于政治考量，拜登一直没有全面松动关税壁垒，只是象征性地豁免了部分商品的关税。时间转眼来到2025年，故事迎来了新的高潮。经过4年沉寂，川普在2024年的大选中再度胜出，重返白宫。重掌大权后的川普很快将目光再次投向他念念不忘的对华关税战。他显然认为上次贸易战的胜利果实还没有彻底拿到手，这次一定要加码讨回来。于是在2025年4月，川普政府宣布重新启动对华关税战，而且来势汹汹，比上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次华盛顿直接挥出了更重的关税大锤。
美国宣布对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税率，幅度之大令人瞠目。据报道，川普政府最初将关税提高了几十个百分点，随后又多轮追加，甚至最终把对大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了近乎原价1倍半的程度。换句话说，美国进口一件中国制造的商品，光关税就可能接近其成本价的1倍半，这是个什么概念？曾有评论打趣，美国消费者恐怕要买下世界上最贵的烤面包机了，因为几乎所有在美国卖的便宜小家电都是中国造，现在价格要翻好几番。美国如此激进的关税措施是前所未见的，相当于向中国商品关上了大门，也向全世界宣布贸易战全面升级。北京方面看到美国玩真的，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中国随即宣称对几乎全部自美进口商品提高关税进行反制，反击力度同样不小。据媒体报道，中国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性关税也提高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约为原来的1倍多。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成本暴涨，正常的商品流通几乎难以为继。川普这一系列大动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商界和消费者一片哗然，许多美国企业依赖中国供应链和市场，如今关税飙升，他们的成本压力难以承受。一些工厂发现关键零部件因为太贵而拿不到了，只能减产甚至停产。零售商们更是叫苦不迭，因为他们的商品成本直线上升，不得不考虑涨价，而这将直接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关税就像是无形中增加了一笔生活税。超市里的日用品、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等价格全面上涨，原本已经有所缓解的通货膨胀有卷土重来的趋势。美国媒体纷纷批评这是在惩罚自己的消费者。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也对川普的做法深感不安。欧洲、日本等国担心中美贸易战升级会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同时也担心美国这种说加税就加税的做法早晚有一天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对美出口。可以说，川普的关税重拳一出，不仅砸向了中国，也在震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神经。面对新一轮关税大战，中国方面表现得相当强硬，但也很冷静。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贸易霸凌行为，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北京继续推进内部循环和多元化市场策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扩大了对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贸易往来，尽量为受影响的出口产品寻找替代市场。此外，中国还手握一些反制王牌，例如限制对美出口关键原材料，或者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合规检查等，以此增加美国施压的难度。总之，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要谈，中国愿意谈；如果要打，中国奉陪到底，绝不会在高压下屈服。许多中国企业和民众也抱着一种韧劲，准备勒紧裤腰带挺过难关。在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喊出越是封锁越要自强，把贸易战视为倒逼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可以想象，这场升级版的关税战依然是一场持久战，考验着双方的耐力和智慧。就在中美再度剑拔弩张之际，一位关键人物站了出来，对这场关税战的前景做出了直言不讳的评价。他就是沙利文，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虽然已不在政府任职，但作为上一届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话依然很有分量。4月中旬，沙利文在哈佛大学参加一场活动时，公开谈到了对川普关税战的看法。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用非常直接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和预判。沙利文指出，川普发动的这一轮关税战只会带来贸易争端加剧等一系列负面后果，并不能真正让美国得到他想要的好处。他特别提到，有些华盛顿政客总想着美国赢，中国输，我们把中国压垮这样简单粗暴的结局，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沙利文用近乎大白话的方式说道，那些抱着零和思维，以为通过关税就能赢得对华竞争的人，实在是没有认清现实。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不会因为外部经济压力就自行崩溃倒下。无论竞争多激烈，中美这两个巨人都将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谁也无法彻底搞垮谁。沙利文强调，与其幻想出现某个一方全胜、一方投降的终极结果，不如面对现实，学会与中国长期共存，保持一种稳定且可控的竞争关系。他坦言，美国必须慎重管理这种竞争，避免冲突失控，同时为双方合作解决共同难题留出空间。这番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税战的本质，打下去没有赢家，只有两败俱伤，最终还得坐下来想办法共存。除了长远的战略判断，沙利文还直接点出了川普关税战在策略上的失误。他批评说，特朗普试图用关税手段孤立中国，结果却弄巧成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川普在对华加征关税的同时，也把美国的盟友们得罪了个遍。他对欧洲、日本等盟国的钢铝产品也挥起关税大棒，甚至威胁对欧洲汽车征税，这搞得盟友们怨声载道，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政策非常失望。在沙利文看来，如果真想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正确做法应该是跟盟友合作，各自让出一点利益，形成统一战线。然而川普反其道而行，不但没有拉拢盟友，反而通过贸易摩擦把他们推开，结果美国在经济上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国际形象也大受损害。沙利文指出，川普这种四面树敌的关税战，除了让美国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国内思绪之外，没给美国带来多少实质好处。相反，中国不仅没有被击垮，还利用美国内部的混乱，继续推进自己的发展步伐。可以说，川普的关税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得其反的。沙利文的这番话在美国政坛和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前任政府的官员，出来抨击继任者不足为奇，但也有人意识到，沙利文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精英的主流看法。他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深得拜登器重，被评价为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被中国外交界视为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的人，现在却明确表示不看好川普的关税战能赢。这说明美国内部理性的声音也在发出警告，继续这么打下去，美国很可能要自食苦果。那么，中美这场关税大战的胜负究竟是否已分呢？表面上双方你来我往，好像谁都不肯认输，但仔细分析沙利文等人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结论：在关税战中，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如果硬要说胜负已分，那也是因为结局早已注定是两败俱伤，根本不存在单方面的胜利者。川普最初发动贸易战时的那些目标，缩小贸易逆差，让制造业回流，迫使中国改变经贸政策，至今一个都没完全实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依然巨大。根据最近的数据，2024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仍接近3000亿美元，并没有因为关税而消失。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更是没有出现，美国企业反而因为关税增加成本，被迫提高售价或者寻找其他国家供应，这并没有给普通美国工人带来多少新工作机会。中国方面呢，当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并没有出现美国鹰派预测的那种经济崩溃。相反，中国这些年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国内市场培育，出口受阻就多发展内需，还深化了同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在增长，并没有被关税战击倒。更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已经超出了贸易本身。被关税壁垒逼出来的结果之一是两国都更加坚定了要减少对对方的依赖。美国在推进与中脱钩的进程，比如支持本土制造、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等。中国则在推行国产替代和出口多元化战略，努力减少被美国卡脖子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战让两国进入了经济冷战的状态，彼此警惕防范，对全球产业链也进行了重新洗牌。然而完全脱钩谈何容易？美国和中国经济其实像连体人，强行割裂会让双方都元气大伤。当关税提高到天文数字后，美国进口商并没有完全停止采购，而是转向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购买商品。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的空缺，但很多商品美国还是离不开中国制造，比如电子产品、
机器设备等领域，中国依然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一下子换供应商根本不现实。同样的，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是拉动中国出口的关键之一，失去美国市场，中国出口企业也很难完全找到等量替代，所以最终中美谁也离不开谁，继续打下去只是两边一起受伤，日子都不好过。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揭开中美贸易战胜负已分这个疑问的答案了。沙利文用最直白的话告诉世人，这场关税战美国不可能赢得轻松漂亮，中国也不会被压垮，与其企图分出一个你死我活，不如承认现实，寻找新的相处之道。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的经济史中就有明鉴，上世纪30年代，美国曾经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但结果适得其反，加剧了大萧条，对谁都没有好处。如今的中美关税战亦是如此，如果继续彼此加码，只会重演双输的结局。也许真正明智的做法是双方坐下来，在平等对话中解决分歧，在竞争中寻求某种平衡。当然，要让川普这样的强硬派低头承认没有胜者，恐怕并不容易。对他来说，承认贸易战打错了等于否定自己的政绩，因此可以预见这场关税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可能都会试图再硬撑一下。不过，有沙利文等人的分析在前，美国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反思，难道我们真的要一路撞南墙吗？毕竟贸易战打到现在，美国内部的痛感越来越强烈，从普通民众到大企业，从农场到工厂，很多利益相关者都在施压政府，寻找出路。中国则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灵活性，这让美国想通过极限施压逼迫中国屈服的策略很难奏效。最终的结局很可能不是川普当初所幻想的美国完胜，而是双方在遍体鳞伤后不得不求和。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没有赢家的战争，最聪明的选择就是避免战争。如果中美都能从这场关税战中汲取教训，也许未来他们会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处理彼此的贸易分歧，但在那之前，这场关税大战恐怕还要演完它的精彩大戏。总而言之，中美关税战给世界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全球两大经济体角力的复杂性。胜负已分吗？或许答案是没有真正的胜负，只有代价和教训。沙利文那句直白的点评正道出了真相，中美都赢不了对方，只能学会在竞争中共存。这场跨越数年的贸易纷争，表面看是关税此消彼长的数字游戏，实则是两国国力、意志和智慧的较量。最终的胜利者也许不会是某一方，而是能够从对抗转向合作，从零和博弈走向共赢新路的智慧。故事还在继续，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加理性和解的结局，而不是谁把谁打败的童话。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合作共存才是赢得未来的真正关键。